孩子的代谢风险不是出生后才开始的。这一期的内容呢，我们要讲一讲孕妈和胎儿之间的血糖和胰岛素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这么多10岁以下的小孩早熟，我们看见很小的小孩就出现胰岛素抵抗跟脂肪肝了。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新生儿刚刚出生的小孩啊，他们的胰腺功能究竟如何？他的胰岛素的分泌反应不像成人这么灵敏啊。对于葡萄糖的刺激的反应呢，它反应会比较迟缓，血糖调控的能力呢是比较差的，这也是新生儿比较容易出现低血糖或者是血糖波动的原因之一。胎儿还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的时候呢，它是已经可以分泌胰岛素的了。当母亲摄入比较多的葡萄糖的时候，葡萄糖是可以从母亲的体内透过胎盘送到婴儿的体内去的，但是母亲身体制造的胰岛素却不能够透过胎盘送给婴儿。胎儿究竟多大的时候他自己能够制造胰岛素来处理这些葡萄糖呢？在怀孕第10周到第12周的时间左右的时候，胎儿的胰岛贝塔细胞呢就已经形成了。大概到了第12周到第15周的时候呢，可以检测到胎儿血清里面的胰岛素。在怀孕大概第20周以后，胰岛贝塔细胞逐渐的成熟，胰岛素分泌的能力呢开始慢慢的增强。在到了第28周之后，胎儿的胰岛功能呢基本上完善了。在怀孕早期小于12周的时候，胚胎早期啊体型很小的，它细胞的数量也少，所以它对能量的需求比较低，那个时候身体利用葡萄糖不需要胰岛素。等到了12周以后，胎儿已经开始自己有分泌胰岛素的能力了。如果母体的血糖过高的时候，胎儿只能够依靠自己的胰腺的贝塔细胞来分泌胰岛素。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如果孕母长期的高糖饮食的话，胎儿的胰腺就会被迫高负荷的分泌胰岛素。胎儿身体里面胰岛素长期比较高的后果是什么呢？巨大儿的风险就增加了。胰岛素是合成代谢激素，促进脂肪合成，促进蛋白质合成。胎儿高胰岛素的时候呢，会容易出生体重很重的婴儿的。各位，我出生的时候5.5公斤啊，所以胰岛素对我们身体肥胖的影响是在我们还在母亲体内的时候就开始的。但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因素，这种现象会导致婴儿的血糖波动啊。出生以后，胎儿脱离了母体了，因为母亲吃的是高糖饮食的话，脱离母体了以后，葡萄糖的供应就骤然下降了。那我们要了解母乳的热量结构，脂肪占到 55%， 葡萄糖占到 39%， 蛋白质占到 6%。所以母乳并不是一个高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可是新生儿胰腺还保持高胰岛素分泌的状态，所以就很容易出现新生儿低血糖的现象。这种风险啊要注意的了，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啊，孕母高糖饮食，母体高血糖，胎儿血糖升高，胎儿胰岛素被迫大量分泌，结果导致的不仅仅是巨大儿、新生儿低血糖，还会埋下未来代谢疾病的风险。大家可以看一看，涉及25000多个例子，发现母亲血糖水平即使没有达到妊娠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也跟胎儿出生的时候体重增加显著相关。另外还有一个研究，妊娠期母亲高血糖，孩子在青少年肥胖和胰岛素抵抗的风险明显升高。所以按照这个道理来说，孕母的饮食设计其实蛮重要的。首先呢，孕母的饮食跟胎儿的代谢健康它是有密切的关系的。胎儿长期高血糖、高胰岛素会影响他在体内的所谓的宫内编程呢，日后呢更容易肥胖，更容易胰岛素抵抗。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孕母啊，如果你喜欢吃高度精加工的食品，如果你的食物里面反式脂肪多、劣质植物油多，会增加孕母的慢性炎症，那么胎盘的环境就不健康了，影响它代谢系统的发育的。还有一个就是营养问题了，营养不足，尤其是孕妈，影响胎儿胰岛的发育、骨骼还有大脑的发育啊。有很多人问孕妈适不适合生酮饮食，目前医学界并没有给我们统一的结论。怀孕期间吃生酮饮食，它潜在的风险在哪里？胎儿大脑发育的时候呢，它对葡萄糖是有需求的。虽然酮体也可以供能，可是完全严格的很低的极低碳水的饮食呢，是有可能影响到部分的代谢途径的。另外一个，孕妇是比较容易进入生酮状态的。如果孕妇在饥饿低碳的情况下，就更有可能出现
酮酸中毒的可能性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没有精心设计生酮饮食的话，有可能饮食里面会缺少叶酸啊、缺少镁啊、缺少钙啊、缺少维生素 B 族、膳食纤维等等的，对孕妇、对胎儿都不利。所以孕妇做生酮饮食呢，是需要考虑这些潜在的风险的。孕妇饮食比较安全、比较合理、比较平衡的饮食策略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呢？第一，控制碳水的质量和数量，避免高升糖指数，避免高含糖量的食物。意思就是说，含糖的饮料、甜点啊、精米啊、精面啊、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你别吃。那么选择升糖指数比较低的全食物，蔬菜啦，少量的全谷物啦，低糖水果啦，吃碳水化合物可以选择比较优质的碳水化合物，比方说土豆啦、番薯啦、紫薯啦、鹰嘴豆啦，升糖指数相对来说比较低，含糖量相对来说也比较低，纤维比较高，营养价值也比较高的碳水化合物。第二，优质蛋白质，鱼肉的蛋白质是好的，可是你们要注意了，深海的大鱼呢最好不要吃，因为深海的大鱼目前是有含汞的顾虑的，你要小心，要吃干净的鱼类。然后呢，蛋类、家禽类，适量的红肉其实是非常好的。很多人在说蛋白质究竟是动物蛋白比较好还是植物蛋白比较好，我跟各位解释一下，动物类的食物呢，比方说芝士啊、奶酪啦、家禽啊、肉类啊，它们的必要氨基酸是比较完整的。可是植物类的蛋白质呢，个别的植物它的必要氨基酸都不完整。所以如果你是吃素的，你不吃肉类的，你如果愿意吃蛋吃奶那还好一些，如果你连蛋奶都不吃，你是吃全素的，你就需要注意了，你的蛋白质的来源呢要多元化，你要吃多种化的蛋白质高的蔬菜植物，这样子你的必要氨基酸才摄取的到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健康的脂肪至关重要了，孕妈在家里面尽可能不要吃外卖了哈，精加工食品真的不要吃了，因为外卖跟精加工食品给你用的食用油绝对不会是我们心目当中理想的食用油的。你自己在家里面做菜，你可以选择猪油，你可以选择初榨橄榄油，你可以选择牛油果油，你可以选择头道的茶油，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油。另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了 Omega-3 了， DHA 跟 EPA 的摄入，推荐大家 Omega-3 呢考虑磷虾油。关键营养素的补充当然也很重要，镁啊、锌啊、维生素 D、维生素 K2、Omega-3 啊、叶酸啊、B 族维生素都很重要。那这些对胎儿的胰岛、神经系统还有血管的发育都非常的重要。本期呢，我们录制的内容呢，包含了孕妈的饮食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孕妈的血糖跟胎儿的血糖跟胰岛素的关系是什么。这一期我们就录到这里为止。至于新生儿的饮食该注意一些什么，我们下一期视频里面再谈。